阿爹。金子轩垂眸看去，便看见了金玲在自己身边揪着衣服的衣角，粉嫩的小脸憋得通红，一副要哭出声来的样子，连忙蹲下身去将她抱了起来。怎么了，阿玲？金玲坐在坐的手臂上，双手搂着他的脖子，带着哭腔。阿爹，阿娘和舅舅是不是不喜欢我？金子轩愣了一下，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忽然这么说，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背柔声道：怎么会呢？阿娘和舅舅怎么会不喜欢阿玲？他们最宠阿玲了。大抵是小孩子在族中又听了些什么风言风语。金子轩思及此，问道：阿玲是不是听谁说了什么？金玲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，憋红了一张小脸的摇着头，他只摇头也不说话。金子轩便让他坐在一旁的软椅上，半蹲着身子，两手搭着他的肩膀，认真的道：阿玲是不是听谁说了什么？阿爹去打她。金玲软乎乎的小脸在他手上蹭了蹭，憋着嘴道：不是，是我自己觉得。金子轩了解儿子千娇百宠长大的小公子怎么也不是委屈自己的性格，既然没有人，那边是真的没有人，这边一口气还没有松完，就听到他的声音：阿爹，今年我几岁了？金子轩愣了，回答道：阿玲今天5岁1个月了。金玲的目光看向门外，那为什么阿娘和舅舅都在外面？为什么阿娘每到这个时候都要回云梦去？为什么舅舅从来不到家里？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金家是有习俗要办宴，恰巧又是和他当年的满月宴同一天。族中长老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日子，便每风光大办，锣鼓升天。每到这个时候，阿娘就会在前一天晚上离开，回云梦去，待上几日再回来。又是他总以为是阿爹惹了阿娘不快，问到的时候得到的却是阿娘哀伤的笑容，他看不懂这个笑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金子轩的身子当时就僵住了，他呐呐地张了张嘴，最后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。阿玲，不是的。金玲越想越不对劲，眼中已经闪了泪花，抽噎着道：阿爹，那是什么？金子轩想到这件事，心脏便抽痛了一下，伸手搂紧了哭泣的孩子。不是的，他们都很爱你。只是这个时候，江燕离又如何看得得这红绸漫天，锣鼓喧嚣？那是用他弟弟的鲜血染成的红色。魏无羡，魏无羡。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身黑衣的人挡在了他面前，眼睁睁地看着那双手穿透了身体，有鲜血淋漓的被抽出去。金子轩脚下一软，摔倒在地，看着他在自己面前倒下，发出沉重的闷响。他不常穿白衣，现在的这一身干净被汩汩的鲜血顷刻间染成了血色，蔓延到眼底的便是触目惊心的鲜血。金子轩颤抖着手去探他的鼻息，他苍白着脸倒在地上，胸口处的伤口还流着血，好像是滚烫的熔岩，可人却早就没有了温热的气息。他已经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带着魏无羡回到金陵台，一身红衣的江燕离和江澄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他，看见他的身影，江燕离便第一个迎上去。子轩。他看着他身上星星点点的血迹，担忧的道：子轩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你有没有受伤？阿羡呢？阿羡有事吗？金子轩颤抖着手去搭他的肩膀。阿离，阿离，你听我说。阿离，我江燕离看着他这一副不对劲的样子，担心的不行，但还是温柔的注视他，安静的等着他即将要说出来的话。江澄比不得姐姐耐心，不耐烦的向他身后看去。你倒是说呀，魏无羡那小子呢？在后面。他要是敢迟到，他就打断他的腿。金子轩听到这个名字，像是收到了什么刺激一般，忽然扭头怒吼道：你闭嘴！江澄被他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就要上前一步。金子轩，你……下一秒他便什么都说不出来了，瞪着眼睛看着他，颤抖着唇瓣：你这个混蛋说什么呢？滚开！他上前一步，恶狠狠地将人一把推开。江燕离显然也被惊呆了，直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来不及做出任何动作，温柔的眼睛里空茫茫的，似乎是不知道说什么。金子轩被推得踉跄了2步，差点没有跌下台阶，眼眶通红地冲着他吼道：是真的，魏无羡死了，死在路上。他来了，答应阿姐的事情他从来不食言的，这一次却不得不食言了，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下一次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江燕离忽然猛地用手捂嘴，拼命地摇头，
江澄登的跨下台阶，一把揪住了他的领子，那双眸子里带着凶狠的意味。金子轩，你……金子轩挣开了他的手，垂着眸子道：“去见他。”我带你去见他。他扭身就走，江澄就一步不离地跟在他后面。江厌离忽然道：“等等。”他提着裙子下来，跟在他们身后。我也去。江澄一下摇头道：“不行，姐，你万一是真的，他又怎么能承受得来？他甚至不愿意想象那个可能性，可现在已经由不得他是否愿意。”江厌离已经红了一圈的眼眶平静地看着他：“阿成，我是姐姐。他是姐姐，他又怎么能不去？那是他的弟弟，他从小看到大的弟弟，他如何相信前日还言笑晏晏地唤着师姐的人没了？”软榻上安静地躺着一个人，一身白衣，胸口处是大片嫣红的血迹。他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两只手好好的交叉放在小腹上，一点也不像平日里的样子，安静的可怕。江厌离坐在软榻边，轻轻地抚上他闭着的眸子，轻声道：“阿宪。”从小到大，他总是这么叫他，总会有一个明快的声音回答：“师姐。”阿宪。后来他在祠堂里跟他说：“宪宪3岁了。”阿宪。穿着嫁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师姐真好看。”这一次，他还是叫他阿宪。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一声声阿宪，除此之外便是死寂。江澄咬着牙却拉他：“姐，事实如此，容不得他道一句你说谎。不是谎言，他呀，没了。”门外忽然是一个人身影，下一刻床上的人便不见了。韩光君。江厌离面前忽然没了人，他扭过头，看着将人抱在怀里的白衣仙人。蓝忘机却不理他，只是目不斜视地往前走，被三毒拦住了去路。放下他！铮的一声，碧尘和三毒碰撞在了一起，爆发出剧烈的灵光。江澄被他击得后退一步，大吼道：“蓝忘机，你疯了！你放开他！”蓝忘机冷冷地看着他，不语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做出这般出格的举动，毫不犹豫，只是想要带着他离开。江澄眯着眸子危险地看着他：“放下他！你以为你是谁？”蓝忘机抱着人的手微微颤抖，却还是脚步不顿地往前。就在他快要走出大门的时候，怀中人的广袖中忽然掉出了一个小盒子，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里面的银铃也滚落了出来，滚到地毯中间。蓝忘机看着那个银铃被江澄紧紧地攥在手中，忽然开口道：“我要带他离开。”刚刚一直没有说话的江厌离忽然道：“韩光君，这不合适，阿宪是我弟弟。”这是这个温柔的女子第一次对着什么人针锋相对，语气尖锐而不容置喙。最终蓝忘机还是没有带走魏无羡，他被重新放回了软榻上。临别前，他用近乎虔诚的吻落在了那人苍白如纸的脸上，亲吻的是冰凉的面颊。这是他此生唯一做出的出格的事情，独此一份，全部给了那个已逝的人。从那天起，他们便再也没有见到过蓝忘机了。下葬的那天，天上下了雨，打湿了江厌离素白的衣裙。江澄已经哑了声音，面上才能勉强地维持一如既往的冷漠：“子轩，你回去吧。”金子轩攥紧了拳，握着油纸伞的指节泛白，开口便是艰涩的声音：“阿离。”我江厌离温婉地垂着头，梳了妇人的发髻，带着素白的簪子，声音是一如既往的温和：“我们想单独待。动乱以后，我一直在金家，我们很久没有好好说话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和阿宪说说话。”金子轩看着他周身无形的疏离，只是肃然地将油纸伞给他：“好。”江厌离纤白的指尖轻轻地抚上那块冰凉的石碑，声音哽咽：“阿宪。”其实哪有什么话好说呢？他能说些什么？长桌上摆了5只玉白的小碗，里面盛了还冒着热气的排骨汤。江澄心头涩的厉害，不知道是不是热气，总是有着流泪的冲动。姐多了。空寂的地方响起的是他冰冷却似乎带着哭腔的声音。江厌离猛地抬起头，好像从幻梦中惊醒一般，勉强地笑着念叨着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都糊涂了。”他习惯了，从前也是摆5只碗的，后来是摆3只，现在呀，那个人不在了，便只能摆4只，他又忘记了。金陵整个人小小的身子全都靠在了那块石碑上，他仰着脸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阿娘，他是谁？”
江厌离将他抱起来，抱在身上，轻轻地道：“是舅舅。”金陵歪了歪小小的脑袋，不解地看着那边撇着头的江澄。舅舅。江厌离温柔地道：“阿玲有2个舅舅哦，都是娘亲的弟弟，一个是大舅舅，一个是二舅舅。”他看着那里轻声道：“这个是大舅舅。”金陵似懂非懂地点头。那大舅舅呢？江厌离抿唇道：“他去了。”金陵清脆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：“去了是什么意思？”江厌离轻抚着他的小脸，声音哽咽：“去了呀，就是他离开这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不回来了。他总是觉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生和死，但他不在意，总归是一睡不醒，睡得天昏地暗，大概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魏无羡在黑暗中浑浑噩噩地过着，直到听到零零的琴音，尚在否？他睁开眼睛，对上的便是那双清浅的眸子，带着他看不懂的痛苦。是蓝湛。这个声音响了许久，重复着那一句在否。魏无羡想着，也不知他是在问哪里的灵，他总觉得是在问他。等了许久，看起来这里只有自己，便毫不犹豫地答了：“在。”若不是问他，到时候溜了也不迟，总归没人瞧得见，也不得多是什么丢人的事。下一秒便听见那个轻唤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笑了，还当真是在找他。顿时蓝忘机按在琴弦上的手有些颤抖了，一阵清澈的琴音便又流出来：“可归。”魏无羡耸了耸肩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道：“你们怎么样？”他来不及了，只好问一问，套一套话。蓝忘机心知他是在说江澄他们，细细思索后答：“好。”魏无羡将手垫在脑后，飘在半空中道：“你呢？”“好。”仍旧是快速而短暂的回答，像是他的作风。他这么一问，忽然就有点认怂了，想要答归，只可惜那样岂不是太没立场了呀？魏无羡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，大概是他太久没出声。蓝忘机便又道：“可在否？”他懒懒的道：“在。”“可归否？”魏无羡心道稀奇，蓝湛这个小古板怎么对他回不回来这么执着？他从半空飘了下去，坐在琴上，细细地打量着他如玉镌刻的容颜，近到他可以数的轻纤长的睫毛，听得见的是如同肋骨般的心跳。哈，真是奇了怪了，这种脸红心跳不是他的风格，难不成死了一回之后，他连思想都控制不住了？他看着蓝忘机颤抖的指尖，忽然有一个即将要跳出嘴边的想法，疯狂而大胆，应了他那些隐秘的心意。魏无羡紧紧地盯着他，掌心紧张的出汗而湿润。他嗫嚅着那个猜测，良久，终究像泄气了一样，闭紧了唇瓣。“可归否？”这是他第3次问这个问题。魏无羡长叹一口气，轻声道：“不归。”再多的琴声他便听不见了，只是能看见蓝忘机微微颤抖的身子。同道殊途，弃于天下之人，不过如此。思君归，不可追。故人西辞，死去不归。